有请节目主持人张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接下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欢迎；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宏严老师，欢迎；涂老师，欢迎。好了，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真的是太能省钱了，生活中无论什么事儿，他都算计得特别清楚。我只是觉得该省的地方就要省，没必要浪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省下来的钱还能存起来。我都替他感觉到累，这样活得太憋屈了。我们应该学会及时行乐，享受当下。作为一个男人，我要了解自己身上的责任，无论做什么事，我要考虑以后，这叫未雨绸缪。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张，32岁，来自河北待业；女嘉宾小刘，22岁，来自山西康复师。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喜欢这种类型的？对，是喜欢这种憨憨类型的，还是喜欢年龄大一些的，所谓大叔型的？喜欢大叔型的。谁追的谁啊？我追的他。在啥场合认识的？咋追的呀？在朋友聚会上面，当时吧，在 KTV 里面唱歌，一眼就看上他了，然后我就觉得他就是我要找的那种类型，然后我就问他要微信，然后我就一直追他，我就问介不介意年龄小一点的当你女朋友，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哦，你不是32岁吗？对，32岁。你怎么把自己弄得老了吧唧的干嘛呀？背个手，呵。啊，今天为什么来呀？就是我们俩的感情出现小点小问题嘛。哦，出现了啥问题啊？他老说我抠。咋抠啊？就是我们有一次出去约会去了，吃完饭了也没啥事干，我就说咱们去看个电影吧，电影票50、60吧。然后呢，他就不愿意了，没必要花这个贵的这个票去买。以后这个钱我省下来，他正好喜欢要口红啊，要喜欢东西，我送给他，这不也挺好的吗？挺会过的啊。当时人家约会就是这心情，就想看个电影嘛，就省着几块钱。那是几十块钱，大叔说了，不是几块钱啊。几十块钱也没有心情重要呀。对。当然，这看电影不就一件事儿，你不能说人抠，你知道吗？只能说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平常不抠吧？抠呢，就他来我们单位嘛，楼下吃饭先开始的时候要上2份炒饭，后面直接就变成1份，2人吃了。吃饭的时候你又不是不知道，刚开始我认识你的时候，咱们去你单位底下接你吃饭，我要的是1份吗？是不是都是2份啊？是。但是我这人我胃不好，我吃的少，然后你吃的也不多，咱们每次要那么多都扔掉，浪费呀！最后要1份，我多给你一点，咱们俩都能够了，这不也挺好吗？剩一点钱以后来干一点别的不好吗？吃饱了吗，姑娘？说实话，吃饱了吗？其实我胃口小，也就吃那么点，倒是饱了。但是饱了不就行了吗？但是那你吃饭抠，那你喝水还抠。平时也没带我去过什么大型的娱乐场所、游乐场呀，啥都没去过，就去那附近的公园溜一溜。开始还买了健力宝啥的，后面就2人喝上1瓶矿泉水。你好意思说？你看主持人和老师们都笑了，这哪有搞对象买过1瓶水的呀？我刚开始跟您谈恋爱的是不是买过2瓶水呀？我也说过我胃不好，我喝凉的喝不了，然后每次买完的水你都不喝，就喝1口，然后我还怕它浪费，把它全喝了。后来买这1瓶水吧，你是嫌弃我不愿意跟我喝呀，还是怎么了？我认为买2瓶水没有必要吗？怎么了呀？理直气壮，没话说了，姑娘啊！你这就是胡搅蛮缠。那我自己挑了2件喜欢的衣服，我自己买，他还说我怎么叫胡搅蛮缠了呀？我该花的时候花，不该花的时候我肯定不会去花。你买那么多衣服，你看你又胖平常你又不穿，买那衣服又小，每次都挂在衣架里看呐，当样子。你看你自己买，你要能穿，我能不让你买吗？你看你自己柜子里那些衣服哪件你能穿呢？不，你买的衣服都不能穿啊？我
我买了衣服，我看着好看，我就想买，买了之后我再摆着，我就立志，我肯定能瘦，瘦了我肯定要穿呀。他喜欢我会给他买，但是他买了就这个样子，这怎么没有？就是你买衣服从来不买合适的，只买穿不上的，是这意思吧？对，我就愿意买小一码的，看着我舒心。天哪，还对，你这有点浪费了啊！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升级的呢。情人节。就送我个小破盒巧克力就没了。你所谓的我节日就是要送钻戒呀，什么豪华的名牌的东西，我认为巧克力也能代表爱情啊，这不也挺好的吗？咱们这些钱省下来去放在有用的地方啊。你不送99朵玫瑰，你送1朵也行呀。哦，没送花儿钱是吧？对。咋不送花呢？我认为没有意义，我送的这个代表甜蜜，代表我们的爱情啊。行。那晚上啊，我们就吃了顿好的，这不是贵了吗？贵了就是情人节呀，跟我 AA 呢，让我掏另一半钱。你看别说，那可不是情人节 AA 呀，那是他平常太乱花钱了，买完那么多东西又没用。那次啊，这个情人节牛郎织女的节日嘛，牛郎在凡间忙了1年了，是织女下来看他，不应该织女来请牛郎吗？你是女生，我不好意思让你来请我，我怕你乱花钱，我承担你这一份，然后把这钱攒起来，我没有花呀，我自己买的衣服，脚丫对脚买的，都说年轻人喜欢名牌嘛，原来买的耐克。我还买了一半，买了半身，还没买全身，不是你这是阿迪，不是耐克。对，阿迪会便宜点。然后我这钱我也没乱花呀，不都省下来了吗？我连一身都没买，就买个裤子，因为这他还说我呢。啊，哎，我问问啊，你是说省钱花到该花的地方去？对呀。你现在钱省下来了吧？对，我这钱省下来。那你准备花到哪儿？还是已经花了呀？再投入到你们的爱情里吗？就在他出差去外边出差啊，生病了，我坐高铁去看他，给他买药。我是不是坐着高铁去的？然后你在当地好了上班，我也没走回来呀，我又坐着高铁回来了。不是你倒想走回来，你得往回走啊！对呀，就是他说我抠吗？我也没有抠，我该花的肯定会花。不是你不坐高铁怎么去呀？你这人真是啊！他对你好吗，姑娘？生病的时候来看我，倒是挺照顾我的啊，挺照顾啊。就是要是你平时能别那么抠就好了啊。他还在什么上抠你啊？就是我本来是自己租房子，后面他说他那儿有所房子空下来了，让我搬过去，然后我就想的呀，真好呀，是吧？过去住也还能省份房租钱。后面人家问我收房租呢，男朋友问女朋友收房租呢。那怎么叫跟你收房租啊？就是因为你花钱太没有节制，我也是看你找不到房子，我们家这房子正好空着，我让你来住，然后这个钱我帮你存在卡里边，留咱们结婚以后，这钱会买一些有用的东西，这样不好吗？真收房租啊？这也不叫收房租，就是他老乱花钱，老买一些没用的东西，我跟他说你来我这住。其实他给我打折了，给我打了半折。不是说打折，就是可能有业务去，就是我把他老乱花钱嘛，平常攒不下钱。我把这个钱攒下来呀，那钱呢？放在以他账号，放在卡里边了。哦，给你存了吗？对，存起来了。存了，但是他不让我动呀，不让动有，存的还不是就是个摆设吗？那存起来早晚那不是你的吗？你也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极简的人，我肯定不会去乱花的。其实，我也是想跟他结婚的，就是他这个前段时间那公司黄了，我就想的是看能不能做个小买卖啥的。等于现在对，赵先生在那待业是吧？我单位是黄了，就是因为我这段时间一直所谓的抠吧，就是自己手里边有钱我也跟他谈过，我说你看这不是我抠吧，我也有钱，我也能照顾你，我也能负担咱们的生活。是这样，所以说是这样。所以你是想做个小买卖是吧？对，他跟我提过做买卖。那你怎么想？然后我这人他让我做买卖，他也不是不了解我是不是善于做生意？做生意有赔有赚嘛。我跟他谈过，要不然这样咱们俩把这儿领了，然后呢我也投资，就当于咱俩投资了，我也放心，然后把这个钱投出去，就当就做买卖了，对。我听明白了，就是说您觉得您不是做买卖的人，对，就是要做买卖也行，就得领证，是这意思吧？对。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也不是说不跟他领证就平时对我这么抠，我真的是接受不了。行吧，那怎么办呢？就是在爱情当中，情感还挺好，是吧？对。喜欢他吗？喜欢。老实本分是吧？喜欢他吗？除了花钱大手大脚，没什么坏习惯吧？对。行吧，现在就是碰到这么一个人，就是我的生活观念不一样，我生活观念就是希望把这钱攒起来，以后父母老了或者我们都工作不了，知道了，明白了，就不乱花钱呗。对但是现在你不是也没工作了吗？对。未来的规划就是结婚做买卖是吧？对。那不结婚就不能做买卖啦？也可以。对。你还得为
未来的生活有更多的考量嘛，就特简单。对，就是女生碰到了一个说不好听的话是，当你遇到了一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在生活习惯上面接受不了的这么一个人的时候，你到底是嫁还是不嫁，或者娶还是不娶？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所谓的价值观的不同嘛。他呢是务实型的，你呢是非常感性型的。你要的是那种风花雪月的浪漫，要的是那种环境和心情相匹配。只要我高兴，多花点就多花点呗，在乎那点钱干嘛呀？别斤斤计较。但男生呢是一直处于我今天说好了预算就是这么多，80，你超过5块你都超了我的预算了。价值观不同怎么办？不是不能中和，关键是要看你们愿不愿意为了对方而让一步。这个时候就考验到爱情的问题了。你知道女孩在乎的是什么吗？不是说你为她花多花少，她在乎的是你为她花钱的一个态度。关键你有一个变化的点在哪儿？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你表现的好像是那么无所谓，可是慢慢的当你们的关系深入之后，你就真的把他当成自己人了。给他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你让他一起跟你过苦日子了，但他不想。所以你这个时候就要衡量，一个你爱的女人，一个爱你的女人，你是要让她开心呢，还是要同化她呢？为什么非要把你的这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一定要强加在她的身上？如果她要是不按照你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去生活的话，那她就是不会过日子。我觉得这个有点绑架的行为了。再一个，我们以前经常说一句话，贫贱夫妻百事哀，不是说真的穷，真的没钱，而是如果在生活当中我把钱看得比我爱的人还重要，那这日子怎么会不哀呢？愿不愿意为了爱更让一步，就看您了。谢谢。谢谢山大老师。来，曲总，以后跟他想结婚吗？或者说以后你自己想不想结婚，有一个家？我想有一个家。他可能不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情人，他不太会给你制造浪漫，但是可能有时候他制造浪漫其实是蛮可以感动人心的，可是你不能够领会。就刚才他说织女要来看牛郎，因为牛郎劳动了1年很辛苦，所以织女要给牛郎钱。哇，我觉得好浪漫啊！这个话能从他嘴里说出来，这就是一个很浪漫很暖心的一件事情。但可是呢，你领会不到，不能说它不浪漫。事实证明你就是乱花钱。为什么买的衣服都穿不了就看着，那不是瞎开心吗？明明吃不了2份饭，多买1份没用的饭在那摆着，说明他爱你吗？还有更残酷的事实是，当你的亲人或者甚至你自己遇到了经济上的问题的时候，这会儿谁伸出的援手？他呀。如果他跟你一起过你所谓那个浪漫乱花钱的事情，那会儿他伸得了手。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突发事件是人不可预料的，所以我们有防范风险的意识。就如同他的公司倒闭了，如果像你那样把钱都花出去了，不节制，那你们俩现在将面临何等的困难？那都是他。所以说你是想结婚的，那他真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结婚的对象，因为他知道你哪儿有问题，他知道你哪些事情做得不对，他会不厌其烦的来教导你，甚至于是一些小的伎俩。就比如说你租不起房子，来到我这儿来住啊，到我这儿来住，我要收取打5折的房租，但是他没有把钱放在自己兜里，是给你存到了你名下的卡里。何等的有远见，何等的爱。所以说你真是需要这么一个人来帮助你一起，所以你们俩很配，就是他真是能够跟你一起结婚走下去的那个人。别生在福中不知福了，好好珍惜眼前的福吧。啊，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杨老师。但说实话，我觉得和这个男士如果生活在一起挺无趣的。你说我喜欢漂亮衣服，我就放在那儿就开心，你就让我买嘛，怎么就不能买呢？我又没有超出计划，说因为买了衣服吃不上饭，怎么这点乐趣你都要剥夺人家小姑娘，比你小这么多，会不会真的挺无趣的？
对吧？我们吃饭嘛，多2样嘛，不要就2盘米饭。仨菜是可能剩了半份，打包回去行不行啊？我就想多一点，有滋味，生活才有乐趣嘛。买饮料能不能卖2种，一个甜的，一个不甜的？我就要生活中这么点乐趣。虽然说这个女孩可能在你的价值观里是有一些浪费啊，就是你买1、2件喜欢的不能穿放在那儿可以啦，你不要买一个衣柜嘛，这个我也不建议。但是说实话，你这个生活有点无趣。其实我觉得先生这个节约啊，包括有规划，大面上一定是好的，没有问题。但是你的问题在于态度。你看你，哇，凶巴巴的，连喊带叫的说人家，这谁受得了啊？聪明的男人是我有我的价值的判断，我认为我是对的。那好，我态度上我要去引领你，咱说说好话呗，给他画个馅饼呗。你看，咱别买那么多衣服了哈，我把这钱攒下来啊，将来结婚给你买个钻戒。你用一个委婉的方式让他去接受你的观点，这才是一个男人该做的嘛。你老喋喋不休，你看你刚才几乎是训斥的口气，谁能接受得了啊？所以你呀，把态度改一改啊，稍微呢多一些生活的小乐趣，大的方向还得听他的。要你这样花，将来这娃都生不起。其实姑娘，我觉得你啊，其实也认定这个男人，那你又控制不了自己的消费欲，你就回家列个清单。我要结婚，我将来要生孩子，我要赡养父母，我需要多少钱？然后我现在挣多少钱？我攒多少钱？你不就清楚该怎么花钱了吗？没有太大的问题，好好磨合，好好过吧，彼此包容，互敬互爱，祝福你们。谢老师。好，谢谢杨老师。来，涂老师，你是觉得你的女朋友就应该跟你节衣缩食？没有，她就浪费一点怎么了？可以。她就想卖那裙子怎么了？可以。一个浪漫的女人碰上一个浪漫的男人，那是小说，不现实。但如果一个浪漫的男人碰上一个现实的女人，那是悲剧。可是反过来，一个浪漫的女人碰上一个现实的男人，这往往就是生活。这男人不能太浪漫，男人应该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家庭的责任、养家、养孩子，这样会更实际一些。而实实在在在生活当中浪漫的应该是女人，而这种浪漫也未必是烛光晚餐，未必是鲜艳的衣服，更多的浪漫出在于生活的细节。而其实浪漫是不太需要成本的，你在生活当中一双干净的拖鞋其实都是浪漫，就关键看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要这个男人对于你太过于大方，这几乎不太可能，这是他长久以来养成的生活习惯。只希望你在自己的小浪漫和在他的会过日子当中，你去选择哪一种是你将来想要的。但有一点我还是反对的，反对的原因就是凭什么当初在热恋的时候可以为你掏尽最后一个铜板，但为什么结了婚成了我自己的人了，我就可以节约成本？我觉得这有点过河拆桥的意思。其实你的女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很清楚，他到底是不是一个铺张浪费的人你很清楚，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你可劲儿的把钱给他花，他倒反而会不花。他如果真是个败家的女人，你也不会找他。所以如果你放开了你的手，愿意让他花你的钱，其实他倒反过来会比你更加珍惜这个家，更加珍惜你的每一份收入。你错就错在这一点，其实不聪明。有钱不买半年闲，您那一衣柜挂的都是减肥以后的衣服，他当然受不了了。咱们普通小老百姓过普通小老百姓的日子，我觉得他对生活解读就叫实在啊。当然有些老师也说了不够浪漫，真浪漫的事儿基本不花钱，靠花钱营造出来的浪漫基本也就不叫浪漫了。当然那是得到了一定岁数的人才能体会的，只要求你记住一个词儿，叫珍惜。你自己看着办吧，你也是个聪明人，对吧？好了，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是我挺不懂事儿的，然后还老是买一些我穿不了的衣服，应该节省一点，不能老是让你操心。别这么说，是我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是我没有给你一定你想要的浪漫啊，这个我自己会改正啊，也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不是挺好的吗？亮灯亮灯亮灯，来打开箱子看看你们藏的什么记忆。来，
女生，你藏的啥呀？这个是他用了5、6年的包，当时我跟他在一块儿，然后呢，他这包说背了5、6年了啊，然后我就想着，这都背这么久了，还要他干啥？买个新的呗啊！我就让他换个新的，他死活不换，然后我就给他扔了，其实就没扔，藏起来，因为这也是背了5、6年，其实也挺珍贵的，也有他的记忆。然后呢，我也没随便丢掉，就给他藏起来了。行。从另一个侧面，女孩拿这么一个包说了一句话，其实我是懂你的，对吧？这叫懂你。你这什么意思啊？那个是我刚开始跟他恋爱的时候，他自己用手工亲自给我织的一个微博，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温暖。这个女孩太会过日子了，给我的这东西比任何的富贵的东西还要重要。听明白了，以后啊，你就手跟我织点东西，比给我买啥都好，知道吧？我渴了，千万别给我买饮料。以后咱俩逛街的时候，拿一水杯行吗？灌一杯水，我最幸福。都挺理解的，回去吧，回去吧。请关门，请开门。造型真好。不得不说，你真是有眼光啊！一眼就看中了这么一个男人，太合适了。来，有请我们的小马桶，有请。我啊，还想再处处，还不想再结婚的。你再给我个机会。对，我还是再处处，再看看。处是你们的事儿啊。直接拿戒指啊！乖呀。接下来我们见证属于这对恋人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以后我不想希望你给我这个机会。为我难独占，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来，谢谢啊，谢谢两位，请回。我一定还在沉睡，绝望的以为生命只有黑夜。哎，我后来在想，其实这个女生也挺棒的啊。因为好像在这个女生的字典里面没有比较，没有攀比，别人男朋友怎么样，我应该是怎么样的。她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来自于说我认为是怎样的，而不是我和别人比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大概也是现在年轻人缺的一种东西，就是活出自我，要我自己想要的，而不是跟别人比较之后得出的那个我想要的东西。虽然很年轻，但是真的好像把那个日子过得已经很稳健了。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日子不是攀比，日子只属于他们自己。来，我们来了解下一句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已经在一起2年了，可他对我的误会很大，最近总是动不动的就跟我提分手。我感觉他根本就不在乎我，就只是把我当做一个工作工具。他对我真的很重要，我想以后跟他结婚，这个礼物是我的全部。我想把我的全部都交给他。平时生活中我根本不像是他的女朋友，反而像他的下属。我俩每天最多的交流就是工作任务，我真的累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李25岁，来自广东，广告从业者；女嘉宾小雅23岁，来自安徽，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安徽、广东是吧？咋认识的？我们2个人一开始呢是在同一家广告公司里面实习，然后呢他呢是在广告设计这方面比较熟嘛，我的工作方面也是比较需要这方面的一个帮助，然后在工作中就经常去请教他这方面的问题。后来在相处中，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挺好的，就跟他展开了追求嘛。后面就在一起了。
后面经常就让他帮我画一些设计图，但是呢，他就反倒觉得我是有目的性的去接近他，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他完全误会我了。哦，男生描绘的是说，女生的设计能力比较强，他喜欢上她了，之后两个人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他一直让女生给帮忙，是吧？对。女生就觉得他对这个感情不纯，是这意思吗？对。怎么会有这感觉啊？因为他总是在他需要设计图的时候才来找我，如果我设计的不好的话，他对我的态度就不好。是吗？对。这是你自己的感觉和感受，还是说这事实就是这样？我觉得这就是事实。有时候我对他的态度是不好，但不是说每次都是这样，因为有时候我上司给我的任务，第二天马上就要交稿，他周末的时候又急着要陪他逛街看电影。我不可能说把手头上的工作说放下来，然后就陪他一起去逛街、看电影啊。然后第二天如果交不上稿的话，我工作都没了，我哪有心情说去逛街看电影啊？怎么了，姑娘？怎么了？哦，平静一些啊。咋了，姑娘？啊，怎么了？啊，平静，平静，平静。哦，没关系，没关系，我来问他啊。哎，这设计工作是你的工作还是他的工作？你告诉我。设计图纸是他的强项，我的话呢是文案跟策划的。不是，那现在你们俩还在一个公司吗？现在不在了。那你应该跟你公司的搭档去做这个事儿，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因为毕竟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嘛，不是在一起，你的工作是你的工作，他的工作是他的工作呀。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话，他能帮上忙的多少可以帮上一点。我不想让外面的人去帮我，不想去欠别人人情。两个人在一起的话，互帮互助不是很正常吗？那不是你的工作吗？而且我们知道设计图这样的事，其实在广告界来说是核心创意的东西啊。对，没错。但我觉得他能在家里，他能帮上忙的话，多少帮一点都行。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是一个个体，不用分得那么清楚。不对啊，那你不对啊，那你工资给他吗？都有给。我来问问女生啊，就女生刚才为什么一下就失控了？我觉得我更想要的是感情，并不在乎他给了我多少钱啊。你刚才为什么失控呢？但我觉得感情根本就不够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说到说，周末的时候，因为他要陪你去玩，对吧？所以老板交的工作就完成不了，因此回来之后他就希望你帮助一下。他说到那儿的时候，你开始哭了。他要求你设计的东西多吗？可是他让我设计的东西都是他的任务，但每回都要我来帮他完成。也就是说，他的工作都是你在帮助他完成，是吗？而且周末出去逛街，也是我给他设计的比较好了，他才乐意陪我去。哦，设计的好了才陪你去。对，就是你给他设计的这个图哈。你会署他的名吗？嗯，对，我承认我这个人呢是比较好面子，因为后面的有一次我们的行业内举行了一场比赛啊，然后我有拿出一个作品去参赛，结果得奖了嘛。是他的作品得奖对吧？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的作品啊，他署名了吗？我对外没有说他帮我一起完成的，我是说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好面子，但是因为这一次比赛之后嘛，我是跳槽一家比较好的广告公司，也因为这件事情，他呢觉得我陪他时间少了，更不珍惜他了。但其实也不是因为这样，不是这样子的。女生又怎么了？委屈是吗？啊，就委屈的。啊，实际说白了就是你现在获得的职位是靠你们俩共同完成的作品获得的，对吧？对。那个时候你们在一家公司对吗？没有，他在家里。我们现在两个人合租。那就等于现在你的很多东西是靠他来完成，我理解的对吗？也不对，因为我们一个作品不是说光靠他一个设计图就可以完成的。对呀，不就是你们俩现在联手完成吗？对，但是他从不署名吗？是不署名，但是也不是说全部都是靠他完成的。啊，行，行，听明白了。姑娘，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他这个人设计的好就陪你去，设计的不好就陪你去？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感受和感觉的？有一回发烧来着，然后他说他上司催着他的稿，但是我当时发着烧呢，他还逼着我让我给他设计图，然后我当时不开心，给他设计的简单了，
他就对我大发雷霆的，还把我一人撇家里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心寒，我觉得他更注重他的事业，不是说更注重我。有没有这事儿？那一次你生病发烧，我对你的态度是有点不好，但是我那一次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上级给我的任务，而且客户第2天还要我要给他一个交代，所以那次是我升职的一个机会，都是钱啊，你知道吗？然后我也不知道，刚好你也生病了，回到家我才知道。哎，我想问一句啊，你们公司的设计呢？我们公司我是这个设计部门的一个新人，因为我刚转过去的一个。对啊，那你们这个职位要不要求这个文案和图形都具备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岗位的要求是要求只具备文案要求，还是说需要文案和图片同步要求的这一个职位啊？文案里面是一定要配图的，因为文案是一定要配图的，所以说图的工作应该是你自己完成的，是还是不是？照理来说是的，但是我需要更好的配图，他这方面设计图方面比我擅长，所以他如果配上我的话，可以做出更完美的作品。哎呦，你个臭小子啊！你这不就是投机吗？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就是在生活当中，咱们把这些做图的事儿都放在一边，我们大体听明白了哈。你们在情感当中还有怎样的纠葛和瓜葛，姑娘？还有就是他的异性朋友比较多，他天天搁家吧，就是手机一直瞅手机。他跟异性聊天的时间比跟你聊天的时间多。然后还有就是他有一次，我有一次翻他手机的时候，看见他给一女生发了个521的红包，我过生日的时候都没给我发，而且还让我给他设计图来着，啥都没有。是给人发521的红包了是吧？说异性朋友吧，就是我手机里面的所有联系人全部都是我的同事，而且我身边的朋友全部都知道我跟你在一起的，都知道我跟你的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一直还这么的不相信我，这么的怀疑我。他一直认为我是因为他的才华我才跟他在一起的，是有目的性的啊。但是呢，当初他不也是看我的帅气才跟我在一起的？这不是也是跟我一样？听明白了啊。这是你的逻辑是吧？就是他取的是你的色，你取的是他的才，是这意思吗？所以谁也别说谁，是这意思吧？差不多。还有就是，我想提个问题，你能确认世界上的任何一对情侣，他们2个人在一起是没有一点点的功利心的吗？一对情侣他们在一起，你能确定他不是因为贪图这个女的美貌才跟他在一起的吗？然后你能确定这个女生跟这个男生会跟他在一起，不是因为这个男生的财产？不能确定吧？为什么在？你自己说的不能确定啊！我们还没回答，你不能自问自答呢，你就要自圆逻辑嘛，对吧？我是想知道说，你说这个的目的是什么？我说这个就是想证明一下，在别人那里不能完全确定是功利性，为什么到我这边就直接说我就认为我是功利心呢？不是谁在说你有功利心啊？刚刚在场我听出来。哦，这是你听出来的，对吧？对。我们说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女朋友的感觉，对还是不对？是她误会我，误解我了。好，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要她理解我一下，不要继续再误解我，因为我是一个事业心比较重的人，我想要我们2个人一起，她帮助我在事业上成长，然后我想要给她以后一个好一点的家，不想要在深圳这个大城市以后过不上好日子。所以你今天来是干嘛呀？说明情况，解除误会，是吧？对。女生什么时候有意识说，哎呀，她是在利用我？这个时间有多长了？一开始是没感觉的，但是到后来就是慢慢的会有感觉，是什么时候感觉出来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她今天来是解决误会，那你今天来是解决什么的呢？我就是想要一个能多用心对我的那个感情。就是你今天来，实际还是希望他能有调整和改变的，是吗？他改不改变要看他们，是吧？啊，所以女生对这个情感也是带着希望而来的，对吗？你要感情，我之前不是也跟你说了吗？等你毕业出来之后，然后我们2个人就结婚。但是你总以很多的理由，然后拒绝我。可是你要感情，我给你啊，我们2个结婚啊。我现在还在进修啊。
而且我们现在连经济能力都不够，怎么在深圳立足？而且你现在就这么急着想跟我结婚，你不就是想着以后我能一直给你设计图吗？而且你现在对我这样，你说以后我结婚了，我怎么想的？谈恋爱的时候，你现在就对我那么冷淡，以后如果我结婚了，会不会对我更不好？我是一个事业心比较重的人，虽然我现在因为我事业比较忙，对你是冷落一点，但是我想说，凡事先苦后甜，我不希望先甜了之后后面苦日子那么多。我们2个人现在一起把后面的路先铺垫好，以后我会加倍的补偿你。听明白了啊！我听到了现场观众席里的叹息之声啊！大家其实都看得很清楚，是非曲直，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的啊，就是这么一个情感状态。但是我看在这段情感当中，女生还是有所眷恋的，还是希望有所改变的。男生倒是毋庸讳言的、赤裸裸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大家看完之后，大家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接下来我们就请老师给你们说一说，就是在这段情感当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让女生也知道，让男生也清楚的知道，好吗？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先跟女孩说啊，不是说你和事业他在选择，你傻得可怜，你知道吗？你压根儿没在他的选择范围之内，你只是他利用了一个工具而已。他根本没有说把你和事业并驾齐驱，我现在要抉择，我更重视事业一些，还是更重视你一些？你不是，你甭说并驾齐驱了，他都不把你看在眼里。所以我劝你，今天那箱子都别打开，直接走。如果你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不卑微，不乞求。我看到资料上面你自己表述，你说一开始你接受他的时候，你也在打退堂鼓，你觉得你相貌平平，你觉得他长得还挺帅，他怎么能追你呢？就是因为你这种不自信和你的自卑作祟，让你在这段感情当中这么的卑微。你连自己一丁点的权利都不争取，你甚至还幻想说让他能更重视你一点，他怎么可能重视你？你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啊！我因为你有作品获奖，因为你我赚取了更多的钱，我因为你我以后晋级一个好公司，跳一个好槽，然后我达到了我人生辉煌的时刻巅峰，那个时候你就不在啦，你还以为他能带着你登上那个巅峰啊？他如果再碰到一个比你还有才华的女孩，他立刻就会踢了你，他会换掉你的，他对你不存在爱，压根没有爱这件事儿。你有才华，你相貌并不平平，今天从这个舞台上开始，我希望你正视自己，我希望你做一个勇敢坚强的女孩，我希望你对自己重拾信心，你的才华和你对人的善良，还有你对待这个世界充满的爱意，一定会有一个男孩非常珍惜你的，请你对你自己负责任，也对你爸妈有一个交代，好吗？还没想明白，那你的人生也就这样了。对男生，你说我们在一起都要图对方点什么？是，用你的价值观来说，是我们每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要图点什么，但你图完你得付出吧。一个纯粹为了物质而去恋爱，你这都不叫恋爱，去索取的人是获得不了事业和幸福的，一定的。请你善良一点啊，谢谢。男生，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这个女孩她不会设计，你还会跟她成为男女朋友吗？回答我。会。我承认。怎这么没有底气呢？我承认，一开始我是被她的才华所吸引。但是后面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也是有感情了。我问你的是，如果她没有设计的这个能力，你会和她成为女朋友吗？你刚才回答是会，对吧？会。但其实事实上是不对的。你后面说的话是我一开始被她的才华所吸引，换句话说，一开始吸引你的一定是她的设计的能力，是还是不是？我一开始我也说了，我是
一开始是被他的才华所吸引，是吧？然后去接近，是不是？去接近他，然后后来发现他的人挺不错，然后才追他的。我不是因为他的才华才追他的。好，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他设计的不好，你就会态度不好？反之则会好。串联起来之后，都是你在利用他吗？你们之间是一个交换的关系啊。我想老师可能你们刚刚也误会了我刚刚说的话。我没有误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基本上是这女孩说的。你只有在需要她的时候，需要她什么时候，她的设计能力的时候才去找她。但是对她的态度的好坏，是以她设计交出来的成果好坏为一个界定的。接下来，为什么大家对你的印象会是负面的呢？其实你完全是在用一种欺骗的手段来博取这个女孩为你工作。同样，你面对公司这边交付也不是你的作品，你所有获得的奖项、得到的升职，都是因为你的女朋友在幕后支持你，所以你把它窃为己有。一个平面设计作品出炉一定有4个环节：创意、策划、文案还有设计。但是你可能展现在你们公司面前的是，我是一个全才，我能够因此得到公司给我更多的利益回报，并且更高的职位。但这个手段就是2个字：欺骗。在事业上和感情上，你都用了欺骗、隐瞒的手段，获取到了利益。所以说，这种感情一定不可能支撑下去的。你以此换回来的事业也不可能长久的，你会自食其果的。你不需要跟我们去辩论说男女之间、情侣之间、夫妻之间有没有利益交换，当然是有了，因为他们是利益共同体。但我们再回过来审视你们之间的感情，他有得到或者分享到你所得的利益吗？没有，他在这份感情当中，他一无所获，他被你蒙骗。所以你用不正当的手段是得不来感情，同时也获得不了事业的，就这样。好，谢谢曲总。姑娘，你爱他什么呀？而他曾经，毕竟也是对我那么好过。既然在你的描述之下，我们所有人认为他这个人只会利用，没有感情，你来干嘛呀？你把他描述成这样，当然他自己也把自己越抹越黑啊。那你干嘛还来啊？我其实真的想说，我们就不能有一丝丝美好吗？为什么你们要把这段感情说成如此不堪？我不理解。当你知道他是利用你而不是爱你的时候，你赶紧走啊！这有什么好留恋的？这样的结果对你有什么好处？对他有什么好处啊？我想说的，不满就赶紧走。如果有眷恋，不要把彼此搞得这么不堪。男生，我问你一句话啊，如果他再也不给你画图了，你还娶她吗？娶，照样娶。都说我跟他在一起，跟他谈恋爱是有目的性，我最大的目的就是跟他结婚。你敢说结婚，你就敢离婚？究竟你内心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如果就为了画个图纸，为了帮你的工作当中添砖加瓦，你就要去娶她，那也真的可笑至极。你真的是这样一个男人吗？不是这样。真的是为了几幅作品就愿意把自己的婚姻搭进去吗？你自己思考，观众也思考。我还是心存一丝善念，希望你们都能够有一个善始善终吧。从这段感情当中，其实听不到太多感情，听到的更多的是你对他的利用。当然，我相信姑娘和你在一起也有所图，是因为你帅，是因为你在外边能说会道，能够让工作把他的成绩你去外化出来，取得成绩，让他有价值感。我不知道怎么判断，但总之这份感情当中真的是爱的成分太少，利用的成分太多。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为了什么而什么，不要因为目的而去行走。我们应该发自内心的考虑，眼前这个人我有没有爱，有没有感情，我们在一起能不能互相取暖。所以我希望你们都给彼此留一些面子，即便不能相处，咱们就散了，给自己也留一份面子，别让别人认为你们都那么的不堪，好不好？谢谢。好，谢谢杨老师。来，涂老师。他是位设计者，你也是一位设计者。
设计者与设计者之间应该有最基本的惺惺相惜，因为我们都付出劳动，所以我们应该尊重对方的劳动。但是我更想说的是你这个行业当中为什么会出现一些类似于像这样的剽窃的人呢？是有你这样的人在纵容。你也是一位设计者，朋友，我不纵容他吗？你可以帮助他，但你不能纵容他。一方面你是他的女朋友，一方面你是个设计者，你每一份作品都饱含自己的心血。你知道你这样纵容他下去，是能够帮助他真正的能力成长，还是总有一天他会被别人戳破他的面具呢？所以，你既然自己不拿自己的作品当回事儿，你不拿自己的心血当回事儿，你也不把自己的感情当回事儿，那就不要说别人这样去对待你。就是因为你长久以来的这种态度，造成了他跟你之间的关系，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堂而皇之说的，如果我不图他点什么，我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我告诉你，当两个人在相爱之初刚认识的时候，一定是图对方点什么的，家境、相貌、才华，的确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是凡夫俗子。但是当我们已经深爱了，在一起了之后，我们之间最重要的是感情，那些最初的条件早已经不是我们最在乎的。但如果你已经跟他相爱了这么久，始终把他当成是一个工具，那你就不要在这儿偷坏概念，认为大家都觉得长久的生活在一起，就是因为我能从你身上获得点什么。设计本来是一件非常单纯的事情，因为只有内心有才华、心里干净的人，才能设计出不凡的作品。但是像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内心的价值观，还能设计出什么好作品吗？生活也不就是如此吗？所以你们俩今天今时今日能够谈成这样，那都是罪有应得。就这样。我理解老师们的愤怒，为什么会愤怒？就是在他们结构意识里面，基本的行为规则没有，和异性相处的基本法则是没有，所以到最后我们只能给女生一个提醒：也许他是爱你的，也许他是利用你，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在这段情感当中，你的感受是什么？你自己去感受。听明白了吗？如果你是痛苦的，你就选择离开；如果你是享受的，你可以继续谈下去。因为没有办法，就感情的事情真的没有办法。来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想跟你说，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我对你虽然说不是很好，但是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的将来在打算。你要相信我，不要再误会我了。哎呀，行了，两位还要看箱子吗？来，请开箱吧。来。不想拿是吧？哦，女生放的是什么呀？设计稿图。啥意思呢？就是告诉他，曾经他的成功也有我的付出。那个箱子里，我刚才看了一下，男生是放了张卡是吧？啥意思啊？那张卡是这些年我们两个人一起做的作品，每次的稿费、奖金跟我的工资都放在里面。哦，行，女生是退回来没拿是吧？好了，两位请回吧。啊，来，请关门，请开门。来，我要是你啊，我回公司得跟老板如实的说，
哪些是我做的，哪些是他做的，这个真的跟面子没关系啊，听明白了吗？把你的卡带走。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可以回去了，还有话说是吗？我想说，我也会尽我可能去追回他，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做的也确实忽略他太多了。回去吧，谢谢你。这个舞台呢，我们说谈情感的时候，我们很难说，在一段情感当中，双方有什么样的对和有什么样的错。我们气愤的那部分，是我们今天重点考察和考量到的这对情侣关于职场和职业那部分有是非曲直标准的那部分。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情感道路上踏踏实实，不要投机取巧，因为人生没有投机取巧的路可以走。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期。有网友提问，最近被男朋友分手，他的核心理由是他的经济压力太大，我又给不了他太多的支持。我说我的工资比他高，我们的钱可以放在一起用。可是他说他不想花我的钱，说我赚钱也不容易。他说我们不要互相耽误了，他想找一个条件好的，以后生活轻松一些。我很痛苦，可他说他不痛苦，他想结束。我应该怎么办呢？当你面对一份伪爱情的时候，你应该庆幸的远离，而不是痛苦的纠结呀。真正痛苦的应该是他，因为他即将失去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那就是爱情。再一次的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